全世界的中高端拉链市场有一间公司就占了80%的市占率。你的鞋子用的、包包用的、衣服用的，10条就有8条是那间公司的。那间公司叫做 YKK。而剩下的这2层里面呢，有一间台湾的厂商是连 YKK 都要拿他们的拉链来研究，就是我身后的这间公司 KCC。他们做的拉链就连 Valentino、Hugo Boss、Salomon、UGG 还有 Mango 都在用，而且不止这样哦，最扯的是连脚踏车用的拉链轮胎是可以拉开的。消防员身上着火的时候，他身上那条救命的拉链也是他们做的。他们甚至是东南亚第一个登上法国 Premier Vision 的拉链厂商。这个巴黎的 PV 展啊，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时尚的纺织展。简单说呢，它就是时装界的这一个米其林这样的指标。而且更扯的是，这家工厂啊，它在50年前它不是做拉链的，他们是做拉链机器的。所以今天我来到越南，台湾 KCC 垦金拉链的越南厂，我身后这间工厂建厂20年来从来没有人拍过。我要来找一个答案，这间工厂它怎么做出连 YKK 都做不出来的东西？我带你们去看看。恳切的钟总带我走进一个连20年老客户都不能拍照的地方，他停下来看着我说：“以前这个地方是禁区，这是我们公司其实20几年老客人，这个地方是不给拍照的。但是这一次我们跟我们总长问了说，可以这块给你们拍，不然以前我们这块是不可以拍的。”我问钟总为什么20年都不让拍，他说：“因为这台机器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这句话就是今天这整支影片的起点。这台机器是 KCC 在1988年发明的链牙成型缝链一体全自动机。别家拉链厂做拉链要2台机器分开做，一台做链条成型，一台做缝牙。但半成品在移转存放时会让链条的尺距发生变化，品质很容易出问题。KCC 把2台机器合成一台，一次做完。全世界只有 KCC 的工厂能够做到这件事。将时间退回到1976年，那一年台湾只有5家拉链工厂，当时台湾的成衣产业正在起飞，包包、鞋子、衣服全部都需要拉链，需求远远超过于供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开第6家拉链工厂，一起来赚钱吗？但 KCC 的董事长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不去做拉链，他去做拉链的机器，因为当时做拉链的机器全部都要从欧美进口，又贵又慢。董事长觉得，如果机器都要靠别人，那整个产业的命脉都在别人手上，所以他离开了原本工作的拉链工厂，从零开始做了第一台缝压机。董事长做机器一做就做了15年，从单机到整厂输出。1988年 KCC 做出了全世界第一台2合1连续式自动拉链机，拿下台湾精密机械金龙奖。在1991年 KCC 做到了一件在当时的时空背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他们把整套尼龙拉链的生产设备卖到苏联，总价500万美金，而且是1991年的500万美金。一家台北县的小公司把自己发明的机器卖到欧美厂商当时独占了市场，他们打破了欧美对全球拉链设备市场的垄断。这件事台湾几乎没有人知道。同一时期 KCC 也敏锐地观察到女性的服装开始大量的使用隐形拉链，这是整个拉链产业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在1993年 KCC 做了第2个疯狂的决定，不卖机器了，自己做拉链。理由很霸气也很简单，董事长说我们自己发明的机器可以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拉链。所以那一年他们到了深圳设了第1间拉链工厂，这间从做拉链机器起家的工厂开始反过来用自己发明的机器做拉链。现在我们直接走进工厂，带你亲眼看看一条拉链是怎么做出来的。做一条拉链其实要跨足6个产业：纺织、染整、压铸、电镀、射出，最后再进行精密组装。一条不起眼的拉链背后其实是6种不同技术叠加的复杂工程。第一步，从一根纱开始纺织，用60到100条纱经纬交错编成一条织带，纱用的少，织带就薄，拉链的强度就会很差。所以织带的品质是一条拉链最重要的基础。平整度看它的厚度，那有的为了要偷料整成本，就把这个纱用的很少或者用的很薄。我们的话就变成说，因为张力强度要够，所以搭的条数跟我们讲尾密也要很够，它的长度才会够。下一步是织带染色的前置作业，盘头。把长拉链卷到这样的一个或大或小的盘头，这是做染色的准备工作。这个卷的话，就是它之间的距离都要有严格的要求，叠到了你可能染色量都不均匀，所有的控制都要非常的精确。在这里将白色的织带依照不同客户的需求染成指定的颜色。染刷完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烫平，因为刚染好的织带会呈现不规则的起皱以及凹凸，透过烫平，我们将织带整理定型回平整滑顺的状态，我们就能进行下一个步骤炼牙，也就是将拉链的2排牙齿打到织带上。你看我们现在在干嘛？我们在做的动作叫做炼牙。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金属的原料，它是一条一条的被传输进来，那里面的
可以看到我们拉链的旁边那个织带，它其实就通过这个金属材料上来之后呢，把它打成牙的形状，一颗一颗的打在我们这个织带上，就变成我们拉链上的牙齿了嘛。这个牙齿啊，只要是这种金属，基本上都是我们铜的材料，看起来什么颜色其实都是后加工，透过一些化学度的方式，然后改变它的颜色。所以一般的拉链跟高级的拉链差别是什么？一般我们的拉链就是它这个金属料打进来，就把它打到我们这个织带上面了。然后更高级的是，我们每一颗牙都会先经过360度各种研磨，然后弄得更漂亮，然后甚至更不刮，一颗一颗处理好，再把它弄上去。这就是细节的差别。拉链分3种：金属拉链、尼龙拉链，还有塑钢拉链。对，塑钢拉链提到塑胶就会有塑胶射出，这个就是我们在射出的样子。金属拉链是用那个金属的铜线去冲嘛，然后塑钢拉链的原料是汞嘛，然后再来是尼龙的话是那个 polyester， 它是单丝成型的 spiral 的样子，所以它的整个来源是3个不同的工业就对了。你看，成型的有没有？你看它本来是一个塑胶条，它本来是这个布袋都没有牙的。正确一点的那个工业流程要问超认真少年了。我做成衣的，领域不同。本来没有在我们家的旁边在做着抛光，让它啊，就是细节啦。其实现在的工艺，我们的模具做出来已经很好了啦，但是我们就想说至少要做得更好一点。有点像说我们把98分做到100分啦。天啦！细节决定成败，98分到100分，让我看见 KCC 对品质的不妥协。现在织带有了，齿也做好了，下一步是压铸，透过将金属原料送进模具内压铸成型，做出拉链头以及拉片，而且还不止这些，一个拉链头里面要用到的所有零件 ，KCC 都自己生产，为了就是更好的把关品质。接下来就是组装，一个弹簧在里面，然后这个是硼胶在里面，还有一个挡针，还有帽盖，还有拉片，还有拉头体，总共是6个，来组成一个引擎拉头，6个一起在这边自动组装共识，然后出来。陈总告诉我，20年前这条产线需要上百个女工来组装，现在浓缩成这台全自动的机器，再加上 AI 品检，确保品质。消费者都没有注意到说，其实这里啊，后面这里有个挡的，一边有挡的，所以你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它避免单边的拉头会洗一洗掉出来，这里会多一个挡。啊，会有一个上档，因为我们拉链不是拉到底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上档的话，不是拉链一头一拉就出来了。所以开尾的拉链，它在单边这边一定要再多一个凹凸出来的档。那闭尾的话其实是不用的，所以这种美感的话，只有我们做拉链的时候，哦，这里要多一个档，可是消费者就不会管那么多。还有他也不会管说，有的我买到拉链说这里拉头没有档，我们就一定要档的。可是有的人为了偷工减料，里面没档针，穿的时候就弄一直下去，懂意思？他不会管你这个拉头到底有没有档，可事实上这个是要。所以就像你刚刚说，最简单，它里面3个零件啊，如果你有挡针的话，就不会发生现在你说的这个掉下来的问题。啊，挡针不是多了一个成本吗？对对对，你可以配没挡针的啊，就会自己滑下去。对，哇。的细节组装完成后，接下来就是烤漆。透过前处理去油后，将拉头均匀的烤漆上色，干燥后再到灯箱底下对色。现在这地方其实就在对色，然后会放这个上次烤出来的跟这一次烤出来的，就说比对在灯箱下，看有没有很严重的颜色的差异。所以就烤完漆之后，还是要再做一个这个颜色比对的评检，因为在所有的染料的这个过程之中，每次的温度、环境、湿度不可能会100%一样，但我们还是尽可能要把它就做到说上次跟这一次的看起来尽可能一样。如果客户这一次下这个蓝色，他下次来之后深了一点点，他怎么接受？对不对？再来就到了最后一站后加工，这步骤要定寸，就是把这个客人他定的这个长度定下来。它是一整条的拉链嘛，它会透过这个地方，然后简单说就是把它的牙齿压掉，那你就知道每一条的长度，等下就可以贴布之后，然后好像是截断这样。前面都是可以先准备的，可以先染好色，可以先库存的。但是这边就是按照实际订单去做了，每几公分做一个定寸，把牙都把它洗掉。哦，那之前的话都是把它连续在一起的。那现在当然设备也持续在改进，有的定寸还会连下指或是连其他动作把它做好，就减少不同的工序要去转换。那这边就是穿头，说拉链头用震动盘的方式，经过机器让它自动穿上去。因为我们拉链的种类实在是真的太多种，你可以有不同的搭配。第一个这件事情做的事情是贴布，然后贴完布之后呢，我们就去做冲孔，把孔冲出来，然后再插上我们金属的方块跟插销。这个就是我们的贴布，有没有？你看这明显材质不太一样，冲孔冲出的孔，然后再把这个方块跟插销弄上去。然后那边已经组装好了，已经组装好了。对，所以现在就是把拉链头穿上去拉链。啊，这个地方就是刚比较基本拉链做完之后的一个 AI 检测了，每一条拉链都做拍照，筛选它是不是良品，筛出来的良品就是100%是良品，反而筛出来有任何一点不良的，它可能是好的，但它们标准很高，所以不好的里面可能有好的，要再筛。
但只要是出来的，就绝对是好的。透过机器学习跟 AI 的方式，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拉链的品质。每一条拉链都必须要通过检测才能出货，不是传统的抽样检查，而是每一条都要检查。走出制程区，陈总带我进到一个房间，品质实验室。和刚刚的出货前检验不同，这里有8种测试，这些测试都要全部通过，才符合 KCC 的出货标准。如果你在撑开的状态之下，拉住，然后可以拉7次。所以我们如果设定做500次，拉完之后要完美，拉链的好的，这才叫 pass。如果你设定500次，这中间有出来拉链已经毁损、磁坏掉、缝线坏掉，那个要不然就是 NG。欧标是500次，那很多一般人认为说500次好像不难，你说一般用拉链只能只拉500次，但是它在张力情况下啊，对。那另外一个重点是，它很考验你拉链跟拉头的这个规格，跟你的精确的这个密合度，还有你里面的干净，就是我们压住的这一规格的模具的干净度。因为像欧标500次。隐形拉链来讲，如果欧标500次，国标只敢定300次，因为没有人可以达到。那隐形拉链曾经有我们客人送去 AGS 还是 IDS 做测试，我们都可以拉到2000次。这个测试就是要测试到要求标准的力量，然后要停住10秒。10秒停住之后，反过来方向也要到那个力量。从拉刺、挡力、横向拉力到扭力与单齿强度，接着还要进到盐雾箱、水洗和烘箱里，模拟拉链在高温高湿环境下的长期损耗。这整整8道测试全部过关才能出货。走出实验室后，我问陈总为什么要把出货标准定得这么变态，他几乎没有思考，回了我一句话：因为品质是做出来的，不是剪出来的。而这句话一整天都在我脑里回荡。看完了制程和检测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去看看 KCC 的修润。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修润，这已经是博物馆了。他们研发了几千种拉链，我就带大家看几种，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没有看过的那种拉链，介绍给你们一下。你看这个防夹拉链，你知道大家穿羽绒外套一定常遇到这种问题，有没有？这个就直接布料太薄，就直接被拉链的这个头再卡进去。YKK 的防夹拉链，它其实是在这一个头上面就套一个塑胶套，但是 KCC 他们不是用这个方法，你可以看，他用这样的方法，这样根本夹不到衣服了，完全夹不到。它就没有这一颗头的问题，所以你根本夹不到东西啊。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弹性拉链啊，因为我们那一天来展区的时候跟他们聊，然后讲到防起拱的问题。什么是起拱？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运动外套，或者是我们做那种防晒外套，我们布料它都比较薄，而且有比较多弹性纤维，所以我们布料弹力很大。那我们拉链在上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一整条会一个很波浪的感觉，其实穿起来就没有那么好看。但是他们就直接就是用这样纵向的弹性或直向的弹性，让这织带也富有弹性，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可以跟着衣服的形状去走。那像其他人的那种解决方法，他们就是用预扩的方式把那个拉链先凹成这个波浪形，然后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也不是很好。但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就解决掉了。然后这个尼龙双层齿防爆拉链，这个超级有趣，我也是到这边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机场看过有人会把那个行李去缠那个塑胶膜，缠好几圈好几圈？本来我都以为那是为了要让我们行李箱更牢固，或是在这个高空的时候啊不会有那个温度的影响。可能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甚至欧洲也很常见。很多这个你行李它扫描看到你里面可能有贵重的物品，一般的拉链是这样插下去就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呢，它就再把它拉回去。又拉回来，你完全看不出来你行李被开过，然后你东西就这样不见了。那双层是什么？就是这样，上面一层，然后下面一层这样子。这个双层的防爆拉链，你可以看，哇，2层，你这个怎么插都插不进去。他们自己测试，甚至连钉子这样插都插不进去，所以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才知道说，原来机场那个像保鲜膜的东西，原来是要防套用的，原来是这样，完全不知道啊。这是提花拉链，提花这个东西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它其实有点像刺绣，它看起来像是印上去，对不对？但不是，翻过来看有没有？它是这个金沙跟尾沙，然后把我们的 logo 织出来。但我觉得最扯的是什么？最扯的是对位。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做印刷的嘛，我们最讨厌就是做粗边，也就是说，你看我把它拉开，上下不一样。那我们光中间有这一个缝隙，我们对位就要对很久，就是我们的废品会很多，就良品率会变低，很麻烦。可是他们就把这个对位的技术做得超级无敌好，你就可以这样分开，做出你的品牌在上面，连织带都可以变出玩法。然后你看这个，这更夸张，书法字哎，然后这个完美对位，很像是刺绣，但不是，它不是印刷上去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这个阻燃急速脱开拉链，像我们这种消防员啊，它穿这种防火服，对不对？但有时候我们的材质是树脂或金属啊，树脂它遇到高温会融化，金属它会膨胀，会导致说，我们那个拉链在那个紧急状况下脱不了，如果着火了，你没办法脱开，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种本身有防火功能之外，它可以急速脱开。你看哦，我把它往上拉。
直接往上拉就可以直接把它拉掉，你就可以植入脱掉。这种东西除了用在防火之外，救人一命之外，还可以放在有时候懒惰，像睡袋。我们睡袋不是哇那个要拉一大圈，是不是？我们如果是睡袋，今天也是一样往上拉，结束了，我们睡袋就不用这样来回拉来拉去那么辛苦，对不对？这也超级有趣。然后带大家看这个气密拉链，不是防水拉链哦，是气密，是连气都无法移动，你知道吗？像这种东西，气密拉链啊，就像我们这种美式 Costco 的那种大卖场，有没有都会有这种袋子？那气密的话，为什么要气密？来帮大家上个课。我们常说什么？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也就是说，空气会让我们的温度流失的非常快，无论冷还是热。我们例如在里面放冰块，然后我们在里面放一些啤酒啊，或者是一些喝的，我们可以把它丢在泳池上，一整天它依然保冰。这个做法等于说气密是把那个冷空气留在里面嘛，对不对？但他们也做过一个超级屌的案子，他们是做给这个英国的伞兵来用的，装什么？装手枪。伞兵从那个高空跳下来的时候是非常的低温，到路面的时候就回到常温了嘛。你在这个极低温下降的时候，你的枪啊，它可能就会有热胀冷缩啊，导致你知道没有办法作战。这种保冰袋它是把这一个气密留在里面，但是它如果用在伞兵用的时候，是要把这个枪放在里面，不会受到外面的温度影响。一个发明，然后可以给两个完全超极端的场景用，一个是美式大卖场保冰，一个是超聊。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拉链 F1 1号的全世界最小的金属拉链，哇，这真的超级无敌小。这个拉链有个故事，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一个巴黎的 PV 展啊，然后那一年的 YKK 他们展示那一种大号的15号金属拉链，但是 KCC 他们你知道反其道而行，做了全世界最小的这个 F1 1号的金属拉链。那一年那个非常有名的时装品牌 Mango 就下单了40万条，所以钟总他告诉我说，这算是他们研发以来最成功的产品之一。大家来看这个很特别哦，轮胎的拉链。这个轮胎啊 ，KCC 他们跟我说是一个挪威的客人。以往来说，就是他们如果要换轮胎，那例如说夏天他们要光头胎，然后春秋的时候要那种3D 胎，冬天的时候又要换成雪胎。那每次要换轮胎都要花很多时间，要一堆工具瞧来瞧去。难道我们不能用10秒钟就直接换一个胎吗？就是我让我们轮胎去跟我们拉链做结合，而且不同的胎种我们都可以去把它结合起来，那这样大省时间。这个设计啊，它难的还有其他点，除了结合之外，还有就是它这个是有一个弧形的，所以其实是非常难做。KCC 帮他们研发了这个轮胎之后，还拿到当年的红点设计奖，然后欧盟还给他们100万欧元，台币3500万赞助这个案子。超级无敌屌，你有想过吗？可以这样用刚刚跟大家讲到说那个有 curve 的弯曲拉链很难做，你可以看这个外套直接做一个这样像 S 型。为什么我要特别介绍这个东西？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牌吗？是 Off-White 的品牌。那是谁？就是我们这个已故的这个传奇设计师 Virgil， 对，然后他也是前 LV 的设计总监。那知道我创业的故事的话，就知道我2013年就是受到他的启发，所以我竟然在这里看到 KCC 也为他做过他这个产品。因为我常讲，没有 Virgil 是不可能有现在的我。2013年，我因为 Virgil 踏入了成衣业。Shout out to Virgil RIP。大家看这一款长版的羽绒外套，它用的是隐形拉链。隐形拉链不是说，我用一块布遮起来它就隐形，不是这条拉链。这一件外套啊，长版的，我们从这里拆掉，看看，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就变正常长度了？啊，你以为结束了吗？还没有，再拆给你看。袖子也可以拆掉，我们是不是可以平常当背心？冬天冷的时候，一件羽绒外套看不出来它是有拉链可以拼接起来的。那我们穿背心的时候就更好的去活动嘛。真的冷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袖子接上啊。如果去更寒冷的地方，下半身也冷，我们再加上我们的下摆，113穿比113支还划算。隐形拉链可以做到这个程度，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再给大家一个冷知识，其实大家不知道，其实汽车的椅套啊，其实在后面的这一个弧度的地方，通常也会有一条拉链，然后也是这种隐形的。那全世界基本上就只有 YKK 来做，而且 YKK 它这个技术是有申请专利的。但我们说过嘛 ，KCC 起家，他们是先做拉链的机器，他们直接为了做这一条这个汽车椅套隐形拉链，做一台专属制造这个拉链的拉链机器，就没有专利的问题。他们是全世界唯一一家可以绕过 YKK 的技术，达到一样效果的拉链公司，超级扯，超扯，超扯，超扯。很多这个不同的行业啊，像科技业，他们都有这个通风管，有这个包起来的需求。我们如果要一整段一整段用粘的换，它就非常非常不好换。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有这个拉链可以去做快拆，我们无论是维修或是破损更换，都会变得非常快速、有效率，也解决了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再到这个，我也觉得非常非常酷，输送带的这一个拉链，这种输送带如果有任何的破损啊，而且它长度都很长，可能是有20-30米。
那如果你一坏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整段去做更换，那这是非常非常浪费，又要停工，很没效率。可是今天我们可以透过拉链的方式，我们这有一个尼龙丝，它一样是这个扣具有齿的这样弄起来，然后我们就把它穿进去，我们就可以做这一段的替换了。这样也可以用到输送带上，所以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办不到。KCC 真的是非常夸张，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从这种大家常讲到这种服装类别的拉链，然后再带到哇，竟然我可以这么多各行各业不同的东西都可以用到。再给你看这是什么？拉链包，我们也可以把拉链做成包包，透过各种的连结，真的是大开眼界。现在其实觉得就是蛮扯，就是刚刚就是听钟总讲越南厂区的故事啊。他们96年的时候，他们深圳的这一个厂区已经产能不足了，供不应求，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就在越南的这个厂区扎根，一扎根竟然就是30年这样子。途中他就是遇到就是2004年的时候，他们也在浙江又做了一个新的厂，但是那时候就已经完全进到了这一个红海的时代。所有人都在销价竞争，他们就是很头大，就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路。那时候董事长就讲了说，与其我们跟别人一起这样销价竞争，还不如就是投入自己的路这样。没想到他们一投入这个研发，就投入了25年，所以就看到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种的拉链，上千种的发明，所以那个感触真的非常非常深刻。其实，在我们出发之前的前2天，然后钟总他发给我一个，就是他们董事长亲笔写给我他们整个的品牌故事。我觉得里面有几个地方，我这看到之后，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鸡皮疙瘩，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定要念给大家听。就他写说，研发创新是一条艰巨且曲折的道路。就像盲人靠着一只拐杖，走在一条弯弯曲曲、起起伏伏的道路上，只能默默的全心投入。这是董事长他对自己这20几年来这个研发的描述。然后还有一段话，就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其实就很起鸡皮疙瘩了。他说：“别人在伤风乘凉、享受市场立得的年代，我们孤独的在流血流汗摸索创新，为了有一天能站上下一个未知时代的制高点。”这个精神，在我这2天到KCC 这个地方看，他其实从董事长一个人真的影响了 KCC 这整个企业，所以我就一直有想到那一句越南厂陈总他讲过的那一句话，就品质是做出来的，不是剪出来的。然后从他们1976年第一台这个缝牙机开始，到2026年我站在这个厂区，现在这个地方，这整整50年来，他这个理念、这个信念没有变过。不管我们选择拉链，都一定选择 YKK 嘛，但就稍微价钱比较高一点。那另外我们可能就选择世界第2大的品牌，就是 SBS。我一直以为就真的觉得说，台湾的这个拉链就已经时代已经过去了，可能我们的纺织很强，可是辅料类的东西已经没有了。真的是直到就是这2天我来了 KCC， 在来之前啊，其实我做了很多研究报告，我基本上对于这间公司，然后对于拉链这整个产业能做的各种的科研报告，我全部都做了。这2天整个这样参访完，然后又想到董事长的亲笔信，然后跟这一些过程，有一个小小的瞬间，我觉得是非常让我现在有这么感性的那个感动的点，就是我们第1天在场勘的时候，我讲到关于我们这个防晒外套它会起拱的这个问题，钟总当时就跟我说，其实这是一个行业内10年到20年就是没有人去解决的问题。那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啊，例如说先让我们的这个外套它的这个织带先去做烫平，诸如此类很多种方法。那其实他们既然有做出这种纵向弹性还有直向弹性的拉链，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才感受到说，我在选这个拉链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没有更好的选择，是我没有找到有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选择竟然就在我们台湾人的手上。然后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其实像我这几年就是帮这么多客户代工啊，自己也做品牌，其实常常会进入了一个迷思点，不管是布料还是辅料，其实经常都会觉得说，我们一定大家要找这种国际知名大厂才是这种最专业的，你知道，客户就可以理解啊，我是用大牌的东西，然后一定要找欧洲的啦，不然就是日本的啊，这样才有高级感。所以这2天我看到的东西是有一群人，他们花了50年的时间，打破了这种欧美的垄断，做出了 YKK 都搞不出来的东西，帮全世界的精品做拉链，而台湾人根本就完全不认识他们。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去找到，然后没有去看到他们，也没有人去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这一次我真的觉得我拍这个世界工厂系列，真的觉得很值得，很值得。那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台湾了，昨天晚上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钟总特地来找我们，然后他就带了这个
拉链包，然后送我们的团队每一个人都一个，超级无敌酷。它这个是用拉链做起来，然后有很多种不同的款式，就觉得还是蛮震惊的。他也有跟我讲了一个小故事，当年他们那个超级小号的那个拉链啊，发明出来的时候就惊为天人嘛。然后 YKK 他们也买他们的拉链去研究，到底怎么做出这么小的拉链的。然后他们就问 KCC 说，你们公司的研发团队有几个人？因为当时的 YKK 大概有200多个研发人员这样，但 KCC 就只有董事长一个人，董事长他一个人就研发出了这个拉链。所以后来我回去，然后我又看了那个董事长他写的那一个品牌故事，我又看到2句话，他其实上面有说，只是我当时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感触。他那2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要跳脱一个行业的产品界限，就像从地球往宇宙探索。哇，就感受到它那个能量，然后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种不同的拉链之外，然后又看到这种拉链包，就是都做得出来，然后才觉得说，其实他们这50年来真的就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就是一直跳脱行业的界限。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已经不只是拉链了，他们就把它当成一个连接件，它可以用在各行各业里。然后这种东西全世界基本上只有1到2家来做，那很多甚至是只有 KCC 在做。所以我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想，我还可以再帮他们什么？一个自媒体，我还能够再帮他们什么这件事情？所以我只唯一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我想要我未来就是我自己做的品牌，然后还有就是我帮客户代工的部分，我想要全面都改用 KCC 他们家的拉链。我希望就是可以有更多人，他们不管是穿着、用着、戴着的，是这群已经拼了50年的台湾人，他们做出来这个东西。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就我们的东西在世界上不输给任何人。这就是我这一次体悟到那个感触最深，这种台湾企业的这个韧性。你无论是遇到高峰或低谷，甚至在夹缝中求生存，然后找到自己在行业内那个定位。所以我也想说，就是无论你是从事任何的行业，不管是服装业、服饰业，或做配件做家具的做运动器材、做工业的，你有任何需要这种连接的需求，你都可以去找 KCC， 而他们基本上是没有 MOQ 的，只怕你想不到就没有做不到，他们很乐意去帮客户研发。所以现在在车上就跟大家讲，这是因为现在真的很有感触啦，就是世界工厂这个企划拍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帮助到这些隐形冠军，而且我认为这是所有台湾人心目中的隐形冠军。就台湾很多这一种过半百年纪、过这种50年的企业，他们就不上市，然后也不会行销。他们做的东西可能是你身上的衣服、你身上的包包、你身上的鞋子，其实很大部分都是台湾做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些隐形冠军的故事应该让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所以我一定会一直拍下去。我想要让大家看到，有一群人就真的是默默在我们背后，在世界上的供应链有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们是真的不输给任何人的。所以就今天这个影片，我知道也很长。所以感谢大家，就是看到这边，大家未来看到，我们可以想想看，或者是我们日常的时候看到生活用品任何东西，你可以想想这背后有多少个像是 KCC 他们这样子的故事。下次你拉开拉链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这条拉链它是从哪里来的？或许答案就是台湾。